可以真正细致毛孔的成分很像布丁，我作为油皮来说是肯定要入的。很多钟爱日系品牌的人会比较排斥欧美品牌的肤感，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质感的界限已经被模糊，加上欧美品牌更加讲究显而易见的成分占比，护肤的选择也会随着美容趋势的流行而改变。作为品牌中最易入门的单品，今天就来聊一下我现在正在使用中的几款欧美系洁面单品。很多敏感肌耳熟能详的美国品牌自然啫喱，它的3合1草本洁面也被称之为布丁洁面，因为它的这个质地很像布丁。其实10几年前曾经用过这个品牌，当时很多网上的博主都说它是一款氨基酸洁面，多么的温和。我本身是大油皮，又有轻微的敏感肌，所以纯粹是迷恋小众品牌才入了这个单品。但如今美容市场很发达所以再小众的品牌都变得非常的普及。其实呢，它是含有3种表活的，阴离子表活加良性离子表活，以及比氨基酸更加温和的糖苷类表活，三者结合，介于氨基酸跟皂基之间的清洁力，在保证了维持良好清洁力的同时，温和且洁肤后清爽柔和。虽然它是一款低泡洁面，上脸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泡沫，但是稍稍揉抹之后，再加水打圈，会产生很多大圈细泡沫。它含有白石花籽油，天然且稳定的植物油之一，具有轻度的滋润力，形成保水膜保护屏障，同时可以与肌肤表面的油脂结合，以油溶油，达到深层清洁的作用，非常适合秋冬初春特别干冷的季节使用。长时间的淋浴呢，会造成皮肤非常干燥，但是它的配方呢，却不会让你有紧绷感。之前有一个朋友呢，他的皮肤非常的敏感且容易过敏，他在使用这款洁面的过程中呢，也没有任何的敏感反应，足见其非常的温和。添加了蔷薇、天竺葵、檀香等12种植物精粹，草本清香。其实我还蛮喜欢它的味道的，有一种特别安心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去年的冬天非常的干，所以像我这样的油皮也明显感觉到这种季节带来的这种伤害，这种紧绷感，所以整个去年最干冷的时候我都是靠它度过的。这一瓶240毫升几乎都是那个时候用的，它也同样不含有对羟基苯甲酸酯类防腐剂，然后它打开后是24个月你用完就可以了。去年他们家还推出了无油款洁面啫喱，针对油皮，我觉得它的颜值更加高，更有这种透明晶莹的感觉。加入了竹子提取物，富含2氧化硅，有吸油的作用，去掉了之前提到的白石花籽油这个成分，界面活性剂是一样的。我作为油皮来说是肯定要入的，而且这款也跟那个布丁款一样，都是打开24个月内用完就行了，所以时间非常的充裕。布丁的这款呢，其实就是全肤质全年段都可以使用，然后啫喱的这款呢，虽然是针对油皮的，像现在的4月依旧是有冷飕飕昼夜温差的问题，所以依旧会有一些干燥，但是现在用它是没有关系的，我不会觉得有紧绷感。这个品牌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温和舒适，所以我给家人也买了这款，因为呢它还有略微的卸妆功能，有的时候你想偷个懒，比如说你今天就用一个防晒的话，其实用它就可以解决了。这款白色简约设计的洁面呢，是来自英国的成分派品牌 Medica 8。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开始使用这款的，7月份的时候温度已经开始升高了，需要一款去油力跟清洁力都非常好的洁面，所以当时选的是这个品牌。知道这个品牌呢，是因为我种草了当时它的这个毛孔精华露，是非常明星的单品，而它整个这个毛孔的系列的成分呢，在洁面中也几乎都含有，所以在入手这个系列的时候呢，我就顺便也入手了这款洁面。比如几乎没有别的品牌在使用的可以真正细致毛孔的成分红三叶草提取物，是一种天然植物收敛剂，能够缓解出油过度并且增加细胞更新力的一种成分，还有2种果酸，具备脂溶性特性的油型扁桃酸融合非常温和的乳酸，两者共同作用温和代谢角质，并且还有保湿的作用。当然它也有油皮必不可少的水杨酸的成分，帮助疏通毛孔。虽然它里面含有甘油作为天然保湿剂，是为了照顾你洗后的肤感，但整体来说它是一个去油力特别强的洁面，所以特别推荐油皮混油皮在比较炎热的季节来使用。看一下它的质地，也是这种啫喱状的感觉，然后它的这个气息呢是薰衣草的这个
个香气，薄荷薰衣草是比较理想型的晨间唤醒洁面，也就是说日间用这个洗面奶来洗脸呢，会有非常精神一振的感觉。其实这一支基本上是已经用完了，还剩下一点点，留着今年天气暖的时候再使用，所以真的要根据气候来更换你的洁面产品，也是写着打开后12个月内用完即可。包含之前讲的日系产品呢，到今天的欧美单品呢，就是全部我在10个月内所在使用的单品了。如果你没有看过之前日系的部分呢，可以回过去看一下。好，以上就是卸妆洁面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你的收看。